大家好，这一天算是年度最精彩的一天了。开心与黑暗齐飞，长空与沟渠同现。王一博、赵丽颖各自的精彩，终于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出来了。而另外一个人则超级的让人无耻和无语。果然没有超出新闻我先前的铁口的预判了。这年头开心的人天天有，不开心的人同样也是天天在。悲催的是，别人家的开心就是一些人的不开心了。于是乎，王一博的风起洛阳上线的时候，前仆后继的情况出现了。于是乎，赵丽颖的谁是凶手上线的时候，照样是同一波黑压压的情况再次复刻了出来。天下之大，何处为家？只有正能量才能够让人活得自在、精彩、无忧无虑，日日忘忧。希望这两部悬疑大剧能够为那些有爱的人带来一波沉浸式的赏心悦目，也能够为那些无心的人带来有心的观感和爱心的启航。人生苦短，阳光与温暖总是我们需要的，寒冷与攻击总是伤人和伤己的。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12月5号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日子，没有大人物或者说大明星在这一天过生日或者出了什么大事儿。但是今年的12月5号注定又是一个含水量很高的日子。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娱乐圈有3件大事同时的发生了。首先，由杨幂、陈伟霆所领衔主演的徐开骋、陈晓云、王森、袁宇轩所主演的东方传奇言情古装剧《狐珠夫人》在12月5号黯然的收官了。这部电视连续剧11月10号一路开播，没啥竞争，结果一碰上风起洛阳就无法招架了，被扫下了神坛了。如果说电视连续剧领域有贺岁档的话，那么《狐珠夫人》就是拉开这一幕贺岁档大幕的第一部的大片。结果呢，收官的路上接二连三的遭遇到了云斐夫妇的连续的阻击。谁是凶手在其收官的时候横空出现了，明显就是大涨之间的算计的手法之一了。众所周知，杨幂作为腾讯视频的代言人，被人连番的狙击，个中的尴尬的感觉只有鹅厂心里面最清楚、最明白，也是最无奈的了。所以不少吃瓜的群众们之前大呼，为什么云斐夫妇会彼此碰撞呢？答案就在这里了。赵丽颖、肖央、董子健这3个人联合主演的悬疑刑侦罪案网剧《谁是凶手》终于在12月5号盛大的开播了。截至12月5号的中午，《谁是凶手》的总预约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到了300万了，说明该剧的期待值真的是很不错。爱奇艺的算盘真的是很正点与很好位的了。这是新闻今天要开讲的第一件的大事。就这样，杨幂所主演的《狐珠夫人》拉开了贺岁档的大幕，而王一博所主演的《风起洛阳》一上场就横扫了整个战场。跟着呢，赵丽颖所主演的《谁是凶手》顺便的就引爆了高潮了。12月5号的晚间，电视连续剧《谁是凶手》在爱奇艺2集上线了。从目前已经播出的2集的剧情的内容来看，这部《谁是凶手》开局属于4平8稳，不过不失。因为赵丽颖没有被设计出场，这便让第2件大事再次的诡异中发生了。这种趣味度真的需要用心去品，才能够让人哑然一笑的。
肖央和董子健所饰演的角色，相对现在都能够立住，即便悬疑和剧情让人脑袋里的问号总是连绵不绝，但是基于目前的这些开场的内容，还不足以得出这部电视连续剧爆燃与否的结论。所谓悬疑设置上的四平八稳，就是2000年的前后，这个小城发生了多起的连环杀案，最后一位的受害人是一名女教师。烧脑的是，凶手竟然在现场等待着警察的到场，并且有本事打伤了警察男主，而且还杀害了另外一位增援的警察。通常都是伪光正化身光环的公安干警，这次居然打不过凶手，而且出现了被杀害的场景，不怪得让这部剧在上线之前节外生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很明显，编剧就是要设立一个强悍的凶手的人设，结果有些欠缺了作品需要弘扬正向价值观上面的必要的考量了。刑侦片一路以来都是弘扬正能量的主旋律战场，都会格外的拉提刑侦人物的过人的专业素养、单兵的格斗的素养等等等等等。这种单兵作战打不过犯罪分子的戏码，让主旋律的正能量立马就降低为了负数了。从影视剧传播的角度上讲，影响面可大可小。有传统刑侦剧创作伦理的老牌编剧们都不会写类似的内容的，这果然是编剧带给大家伙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了。这个桥段的剧情的需要是凶手只在挑战警方，只在打昏警员，然后呢施施然的逃离现场。结果呢，肖央所饰演的男主一登场就被打昏了，跟着加码了一个刑侦人员被杀害的场景。这种的创作力度其实在强化了后续的难度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种的心理素质强大而且身手不凡的完美的犯罪人设，想要合理的最后的圆满收场，真的是需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编剧的功力了。而且肖央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当时为什么不开枪去制止他呢？哪怕不是当场击毙这个凶手，直接去打他非致命的部位，从而让这个凶手立马就丧失了继续行凶的能力，也需要解释一番的。目前为止，这2集的剧情并没有给出这段戏码的合理的解释，尤其在第2集当中，董子健所饰演的男主当场质问肖央当年为何不开枪的时候，这个肖央给出的答案至少在普通吃瓜和普通智商的层面上，普通的观众们还是很难会去接受这种解释的。所以呢，随着凶手稍后的剧情需要更大的创作的智慧去填补这个编剧自己所挖出来的坑了。这种悬疑电视剧剧情的需要远远的大于演员的演绎，口碑上的好坏都是由后续的剧情去买单的，而买单的那个人恰恰好就是赵丽颖了。前2集所放出的那些悬疑的线索，后续的剧情当中必须要给出高智商度、高精准度、高合理度的逻辑性去完美的圆场的，不然的话，演员再强也强不过烂剧收场了。男主为什么不开枪？这个梗肖央解释不了，赵丽颖能解释得了吗？这个包袱显得很重很沉。当然了，如果编剧能够在剧本当中最终的满足了这些逻辑上的坑和要求的话，这部电视连续剧一定跑不出完美的收场和优秀的作品了。如果后续的剧情一旦出现了任何的烧大脑、烧逻辑、非现实的内伤出来，那么硬伤也是逃不过去的了。总之，前2集的剧情，肖央和董子健所饰演的2位男主角都基本上立得住了，悬疑
基本上都没有变为悬空。而众望所归的那个赵丽颖还没有登场，所以赵丽颖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坑呢？至关重要了已经。这部剧真的是需要她来救场的了。目前为止，两位男主已经立在了比较现实的基调上了，这也需要女主一旦出场，也同样一出场就能够站在了同一个比较现实的基调上才行。这无疑给了赵丽颖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难度要求了。她在剧情上线之后，能否把前2集的问号坑顺利的给填上，难度真的是不小。说到这，正如我之前给大家端上来的那一盆洗脚的冷水一模一样了。编剧之力的确让人心头一凛了，悬念当中的那个悬字显得特别的大了。当然了，这种类型的电视连续剧开局4平8稳，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能够做到的。问题是编剧能否让后续的剧情也会4平8稳，合情合理的去处理呢？而且还能细灵解灵，自圆其说的话，那是编剧的真本事了。只是这个编剧的功力到底在哪儿？新闻我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感觉的。我反复提到过很多次了，迷雾剧场的第1季爆火的原因就是缜密的逻辑，尤其是隐秘的角落以及沉默的真相，全员演技在线，剧情特别的抓人，这才是编剧的真正的功劳了。第2季开播以来的2部拉胯剧，硬伤同样是逃不过编剧的梗了。编剧的大坑我表示怀疑之外，小坑还是可圈可点的，拉满了惊悚和刺激的，不少的情节还是比较紧凑的，而且交代的还是很清楚的，更多的细节甚至充满了恐怖的画面冲击和元素。例如说，凶手的特征之一就是每次作案的时候都要放上一个钟表，然后割破受害人的手腕，看着受害人1分1秒的读着钟表去倒数自己把血放干流血而亡的血腥的画面感，明显取材于某个意大利黑手党的某个著名的桥段之一了。这个非常烧心的梗算是百试百灵的编剧梗了。凶手变态的特征之2就是让死者们居然都会面带着微笑扭曲而亡的。这种变态的编排其实已经超越了恐怖的元素和编排了。肖央的基础的演技基本上都在线，除了编剧所挖出来的悬念大坑之外，他给人的代入感还是非常强的。开始还稚嫩搞笑，甚至还有点怂，还原了真实感。夏目的出场场景颇为吓人，特别是年纪轻轻的小夏目躲在阁楼上看到凶手行凶的全过程，这种的心理阴影面积难以想象的大。所以呢，夏目去警局报道的时候，脸上所呈现出来的笑容，邪魅有余，分裂在即。这种凶险在线的带感的节奏，让这部剧的后续的处理的确悬念重重，诡异阵阵，大坑小坑络绎不绝了。要想圆满的收场，难度是越来越大了，不小了。神宇作为夏目的心理医生，为什么夏目会对他的心理医生具有天然的恨意呢？夏目既然怀着恨意来到海州的，那么他的恨意从何而来呢？夏目的那一份偏执到底是源于哪里呢？他的创伤心理以及心理面积到底程度如何，影响多大呢？2000年的时候，冷小兵是参加警队的仅1年的新兵警察，当年明明是看到了凶手，却又为何不肯开枪呢？他的不肯开枪又会不会持续加重他的负罪感呢？说到这，从这个夏目到这个冷小兵，明晃晃的都需要一个
能量过人、拯救心灵的心理医生了，也就是赵丽颖的救赎感了。赵丽颖的出场必然会左右这部剧的走向，无论是治病救人，还是承担起对整个犯罪动机的破解的工作，编剧手里面的这个心理医生的人设，成为了谁是凶手的那把最终的钥匙。谁是凶手的开篇悬疑感虽然平稳的立住了，然而呢，后续情节的压力和推进给不给力就不得而知了。新闻只知道这3位主演都已经成为了矛盾纠缠的网中人了，他们身上都有着深藏的秘密，这些秘密注定也会吸引着每一个为他揪心的观众们的眼球的。第二件大事就是12月5号《谁是凶手》这才上线2集而已，结果呢，不出意外的又是一大波冲着赵丽颖的黑粉黑潮准时的汹涌而至了，情况简直就是王大弟弟王一博的时空的翻版了。黑粉圈这次倒是变得有些聪明了，懂得确认了上线时间之后才集体的出动暴打一星的。问题是这回谁是凶手的剧组方更加的聪明，把焦点人物的出场编排给用心的推迟了。于是乎，人家赵丽颖都还没有出场呢，前2集的剧评就冲上来了一大波，怒批赵丽颖台词差、演技差的黑粉们，诡异的让一种吃瓜的群众们都堕入到了异度空间当中的感觉了。不少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开始怀疑自己和黑粉们是不是看到了不是同一部谁是凶手了。有些黑粉们除了没有放过赵丽颖之外，也是超级无聊的继续攻击起了谁是凶手抄袭海报的这桩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古早事情上来了。黑粉们的意识看来很纯粹很简单，1星的影评是一定要给出去的，所以无论黑啥，就算赵丽颖的影子也值得黑上一黑的了。我也就奇了怪了，这些破烂事和这些黑心人没完没了的攻击，居然相关的平台依旧是听之任之，没有任何的作为。而且黑粉们两鱼两吃的吃相这么的难看，明晃晃到了新闻我都没有眼看下去了，居然网管们都一同的玩消失躲猫猫去了。简简单单的就这么同一个黑粉给一部片子献上了满分的大姐的爱意，同时就对另外一部片子甚至大女主角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攻击她的演技云云了，而且写的还特别的莫名其妙的，说的是从剧情到某人弃剧了。问题是某人还没出现呢，你呀就已经厌恶到弃剧了，这种猪脑的猪逻辑，吃再多的猪脑也是无法脑补回去的了。总之这件大事注定也会不了了之的了，就像王一博的风起洛阳一样，还没上线，黑粉们的复制商就已经上线了一样。有关的方面注定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黑粉们继续的兴风作浪下去，继续的围剿这些一辈子都不容易的清流的艺人们。或许这就是追星逐臭操控舆论的资本的黑属性使然了。第3件的大事就是12月5号同一天，王一博、宋茜、黄轩同时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最新的动态了。有趣的是，他们这回悬疑感满满的使用了对方的账号来发布一条动态的，让人一头雾水之余，思想上兜一个圈才能够勉勉强强的明白这种宣传的亮点所在了。话说酷盖王一博所化身的百里弘毅，让他一开始就有点本色出演的味道了，只是通过一段段高潮迭发的爆发戏，那种终于找到杀害自己父亲凶手的
那一种由衷的恨意，以及想要报仇却又不能出手的隐忍，终于展现了出来了。他的眼泪慢慢的从眼眶当中漫溢而出，缓缓滑落的样子开始燃烧中升华了。王一博或许真是那一种少见的遇强则强的聪明之人，强大的对手往往更加容易让他在强大的力量和挑战当中快速的入戏了。即便这个王一博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些若干的瑕疵的，但是他几部戏下来所呈现出来的进阶的演技还是很有看头的。记得当年在有匪播出的时候，在一次相关的访谈当中，王一博被直接的问到谢允和王一博有什么区别的时候，结果呢，这个鬼聪明的王一博居然回答说，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这么样的一个回答，明晃晃就是在说没有区别的。实际上，谢允就是一个万事通一般的话痨的存在，工作上就是天天去督促周匪的存在。到目前为止，王一博所饰演的3个古装的角色，包括现在的这个百里弘毅，您到底看出来有什么不同之处了没有啊？在新闻我的眼里，他所扮演的那个蓝湛脱尘脱俗，明晃晃就是他本尊的存在了。而谢允则截然相反了，是他在真实生活当中内心里面一直都在追求和向往着的最好的性格了。如今的这个百里弘毅就是他现实的显真，内心的蜕变以及未来的写真了。对他而言，这次的突破会让他脱胎换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新天新地了。这3个深入人心的角色都是王一博成长路上的足迹和本尊的身影，未来可期，其实是一种现实的写照。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年底的这次云匪的碰头，都是演技的开合，都是未来的突破。马上进入到了下一年了，这个2022年。如果您的心里面同样满怀了希望与憧憬，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4个数字，也就是2022。未来可期，其实就在眼前。他们的未来并不遥远，他们的未来不仅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同时也在您的祝福当中。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